印度制造的航母到底行不行？先让我们来看一段视频。可以明显的看到，这艘标准排水量达到4万吨的中型航母维克兰特号，在其第2次海试的时候呢，跑出了一段奇怪的浪花。跟大多数舰船带来的一字形尾流不同，它的尾流是鱼刺形的，而且字还不少哦。看到这个画面，大家的热情就都被调动出来了，网上一片讨论的声音，纷纷都在揣测为什么维克兰特号能够如此之浪，而它浪成这样，对其战斗力究竟有没有影响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也来聊一聊。首先它为什么这么浪？仔细看视频，我们就可以发现，维克兰特号的起伏呢非常明显，所以鱼刺状的尾流显然是被船手一下一下这么砸出来的。国内的文章大多把它的这个动作呢形容为磕头，一步一磕头嘛，是在请求老天保佑吗？所以印度人是非常反感的，在国外的网站上，他们就跳出来解释了，请注意你们的用语，磕头可不是什么好话，咱们要用专业的术语，请叫它重摇，而且所有船都是会重摇的呀，我们这艘呢重摇的幅度也是在正常范围之内的。所以到底什么是重摇？当船只绕着自己的横轴上下震荡时，它就是在重摇了。引起重摇的因素很多，比如糟糕的海况，一个巨浪打过来，把船手甩到浪尖，再拍入浪谷是很正常的事情。比如呢，动力的欠缺，骑浪前行是需要力量来支撑的，你骑不了浪，那就只能让浪来骑你呗。或者再比如糟糕的设计，缺少稳定船身的必要结构，重心和漂心不在一个位置等等，都可能让一艘船在浪起来之后根本就停不下来了。所以维克兰特号究竟该对上哪个号呢？大家普遍认为应该是对第3个，因为第一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海试当天海面相对来说还是相当平静的，不太可能把重如航母那么大的一艘船呢甩成那样。第二，当天的科目呢就是高速机动，再加上海浪又不大，说是因为动力不足，理由不充分嘛。因此就来到第3项了，设计上有所缺陷，被诟病最多的是说它缺少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球匕首。关于球匕首我之前有一个视频应该讲得很清楚了，大家可以去看看。它最主要的作用是减小船只高速前进时所形成的心波阻力，从而实现高速省油的目的。但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作用就是用一个巨大的鼻子伸在前面，是可以增加船只的重摇阻尼的，在一定程度上就能抑制或者减小船只的纵向摇摆了。但维克兰特号呢，就是偏偏没有这个玩意儿。这个呢就很容易让人拿出来说事儿了虽然在现在的一些低速商船上正在慢慢取消球匕首，但那是因为他们本身对速度就没有什么要求嘛，用了球匕首意义也不大，反而增加了造价，与经济省钱的初衷呢背道而驰了。而你维克兰特号是一艘军舰跟商船一起起啥哄难道既不想要高速，也不觉得重摇会是什么问题吗？这就奇怪了于是很多人嘲笑说是负责建造的科钦造船厂没有一个把数厘米厚的钢板弯曲成一个精确3维曲面的能力啦，造不出球匕首嘛。但反驳也很来劲马上就贴出了该船厂在建造带有球匕首的船只时的照片，来证明我能，只是我不想而已。有很多人说没有球匕首的航母呢就是没有灵魂的航母，反驳的也马上给怼回来了。大部分的美国尼米兹级航母不也没有球匕首吗？你看美国的天有没有塌下来呢？总之印度人说咱这个设计呢就是合理的，摇不摇什么的也是在我们的掌控之中的，所以这次海试呢完美成功。好吧，如果不关球匕首的事，那就是漂心和重心不在一起了呗。军用舰船的水线泡面呢通常是狭长的子弹型，船舶设计者和制造商需要格外小心的为其配重，以使它的重心与漂心重合。如果两者不在同一个铅垂线上，那么只要水面稍有起伏，船只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重摇了。维克兰特号会是这种情况吗？大概不是的，因为你看人家航母上还没有载有压秤的飞机说不定把甲板上的飞机一装，食堂里面的咖喱打满，漂心和重心就神奇的吻合了呢。让你们这些人先傻乐一下吧，何妨呢？好吧，对此你是怎么看的呢？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如果把全球几艘主流的航母拉在一起比较一下的话，就会发现一个奇怪的地方，那就是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号呢，在其中显得格格不入。不管是美国的福特号、中国的山东号，还是法国的戴高乐号，首先都是只有1座舰岛的，但伊丽莎白女王号却有2座。其次前3艘航母呢都采用了斜式飞行甲板，但伊丽莎白女王号的飞行甲板从头到尾都是笔直的。
他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它。先说两座舰岛的问题。是为了迷惑敌人，让你猜不到我舰长坐在哪儿，就像总统出行的车队总是有几辆一模一样的车前后排列一样吗？显然并不是的啊，原因不在甲板的上面，而是藏在甲板的下面的，在航母的引擎室里面。伊丽莎白女王号使用了2套一模一样的燃气轮机作为它的动力来源，所以就需要2套排烟系统来把飞机往外排啦。通俗点讲呢，就是它有2根大烟囱。这2根大烟囱啊，显然不可能光秃秃的杵在甲板上嘛。既然甲板上还需要立起舰岛，那么最佳的方案肯定是把烟囱和舰岛结合在一起嘛。实际上呢，大家都是这么干的。但伊丽莎白女王号的情况呢，还要再特殊一些。它的2套动力系统前后间隔的距离还特别的远呐。所以啊，你要么是设计一个很长的舰岛，一次性的把2个烟囱都包在里面，要么就得要安排2座舰岛，分别来裹住2个烟囱了。他最后的选择嘛，我们已经知道了啊，就是这个全球首创的双岛式航母了。在说他为什么要这样选择之前呢，你难道不该首先好奇一下，他为什么要整2套一模一样的动力系统呢？而且还非要把它们之间间隔得这么远呢？如果你已经猜到了，就在评论区里面走一波啊！原因其实很简单啊，英国人是怕伊丽莎白女王号呢重蹈了皇家方舟号的覆辙嘛。1941年11月14日呢，一枚德国 U81潜艇发射的鱼雷击中了皇家方舟号的侧舷，引起了巨大的爆炸，并将舰身撕开了一条长约40米的大口子。大量的海水呢倾泻而入，几分钟内就淹没了中心的锅炉舱，导致主机停止运转，电力系统也就完全中断了。于是啊，这艘2战当中英国最为著名的航空母舰呢，就只能困在原地，等待最终沉入海底的命运了。要是它有第2个锅炉就好了嘛。英国人懊悔不已，所以伊丽莎白女王号上面呢，才会有了2套隔得这么开的燃气轮机了嘛，就是为了冗余备份，提高一旦战损时的生存率的。2个烟囱，那就2个烟囱吧。咱建2座舰岛不就好了吗？虽然这样会造成物理上的隔绝，让前方负责船只控制和后方负责飞行控制的2个班子在配合上呢，有点不太容易。尤其是考虑到舰载机的起降其实都是非常依赖航母提供准确的航向和航速的，所以就更加要考验2栋楼之间的磨合了。但除此以外呢，分成2栋比合成一大栋还是有不少好处的，比如可以省下大量的甲板空间，甚至在2座舰岛之间呢，还可以装上一部升降梯，大大提高了甲板的利用率。比如啊，2个小舰岛比1个大舰岛所带来的空气湍流更小，这样就对舰载机的起降安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再比如啊，分开的舰岛分别提高了船只控制和飞行控制的效率。位于前方主要用于船只控制的舰岛呢，得以离船首更近，因此为船员提供了更好的视野，可以更好的操纵船只，尤其是在狭窄的隧道上。而位于后方主要用于飞行控制的舰岛呢，因此可以装上290度环绕、高达3米的巨大窗户，把从舰尾到舰首的整个飞行甲板呢一览无余，因此就能做出更加准确的判断和决策了。还有好处啊。分开的舰岛上可以装上分开的雷达，降低了2者之间的干扰和盲区，而分开的舰岛也可以分开去制造嘛，在难度上呢又减小不少了。所以这样看起来，伊丽莎白女王号的双岛造型还真是有理有据的。那么它取消了的斜式飞行甲板也同样有理有据吗？看起来也的确没啥毛病啊。其他航母上之所以要把旁边的飞行甲板斜着放，是因为他们的舰载机都是滑向甲板，靠勾住拦阻索来减速降落的。这样的方式呢，有其特定的风险啊，就是万一飞机没有勾住拦阻索的话，它必须要马上复飞才行。斜着的甲板为它创造了安全的条件。想象一下，如果没有斜甲板，而是笔直的往前冲的话，它是很难避开停在前方的飞机的。结果呢，很有可能就会是这样的。但伊丽莎白女王号的舰载机呢，都是具有垂直起降能力的机型了。直升机自然不用多说，固定翼飞机采用的是 F-35B， 它可以在舰首那个上翘12度的滑跃甲板的助力下呢，实现短距离起飞，然后在舰尾直接以垂直的方式着舰。既然这样，干嘛还用得着斜着摆甲板呢？直接把它做成一个工整的矩形，显然还能有更多的富裕空间嘛。你看，理由是不是也很充分呢？就我个人而言，还是非常喜欢这艘航母的造型的。所以你呢？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你的看法写在留言里面告诉我吧。这张照片有点意思，其中有2个细节我们可以来说一下。
一个是布满了飞行甲板的很多像这样的小孔，它们是干什么的？另一个呢是这个身在飞行甲板前端的有点向下倾斜的斜坡。如果这张照片看的还不是太明显的话，那么这张够明显了吧？但是你又会发现啊，在现在很多的新航母上呢，又找不到他们的身影了。所以他们究竟曾经是干什么的？为什么现在又消失了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先来说这些小孔啊，其实它们并不是小孔了，近看的话是这个样子的，顶多算是一个小坑，并且在小坑顶上还焊上了一个新型的钢筋。所以你看到这个东西啊，会联想到什么呢？总之，我联想到的是一个我在成都的宽窄巷子里面看到过的这个拴马石，有没有异曲同工之妙呢？既然这个是拴马的，那么那个就是拴飞机的了，就像这样一样。尽管航母上的飞机是可以被存放在飞行甲板下方的机库里面的，但海军有的时候呢却并不喜欢这么做，估计是嫌太倒腾了吧。所以总有一些遗漏的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呢被留在了甲板上，跟着航母一起随波逐流。为了避免它们滑动呢，就需要用专门的链条来固定它们。通常情况下，至少每架飞机上呢得要绑上6到12条才行。要是遇到恶劣天气的话，就得绑上更多了。实际上，不光飞机，任何一个在飞行甲板上可以移动的设备，比如救护车和其他一些工作车辆等等呢，在停稳以后都是要绑起来的。所以呢，这个叫做 pad eye 的东西呢，就几乎布满整个飞行甲板了。由于它们是凹在下方的，并且上面的新型钢条呢够密够平，就完全不会影响到甲板的平整度了。好了，我们再说第二个，身在航母前方的小斜坡，它们叫做缰绳捕捉器。为什么现在又不见了呢？因为采用缰绳的弹射方式基本上都被淘汰了嘛。跟现在航母上普遍采用的简单又方便的弹射杆不同啊，以前使用的是缰绳弹射，是又复杂又费料的。具体区别呢，我们可以来看看啊。先看现在的弹射杆式啊，基本上2步就可以了。先是把飞机前起落架上面的牵引杆挂在弹射器的滑块上，然后在后面接上一根阻碍杆。它的作用是用恰到好处的力量抓住推力全开的飞机，直到弹射器开始工作才放开，以保证飞机在一开始的时候呢能够停在原地。就这么简单。好，再来看看缰绳式又是怎么做的。它呢就很像是在飞机的脖子上挂了一条项链啊。它的两端分别挂在飞机2翼下方的钩子上，然后从弹射器滑块的凹槽中穿过，接着滑块稍稍前移，把缰绳给拉直了。当然后面呢也会挂上一条专门的阻碍绳索的，起到的作用呢跟现代的阻碍杆一样，在弹射器没有往前冲之前，把飞机拉在原地。由于整个过程步骤繁多，又是挂又是检查又是指挥的，所以需要的人就会很多了。通常至少是5个人，3个人负责前面的缰绳，2个人负责后面的缰绳。即便是这样，每一次的弹射呢都犹如拆盲盒，生怕就拆出了一个不靠谱的出来。当弹射器拉着挂在飞机上的缰绳越来越快地冲向甲板前方时，飞机升空了，而缰绳就只剩下了2种命运。一种呢是直接被甩到海里面，变成一次性的喂鱼去了。在没有退役之前呢，法国戴高乐航母上的超级军旗舰载机就一直是这么做的。显然，这甩出去的都是钱呐。法国人的航母不多，甩的也不多，咬咬牙咽肚子里面也就罢了。但美国人受不了啊，所以这就带来了缆绳的第2种命运：回收再利用。当然，代价是操作起来又复杂一些。在缆绳的挂钩下呢，再挂上2条捕获绳。当飞机被弹射到甲板边缘，与缰绳脱离升空后呢，原本也应该要飞出去的缰绳会被捕获绳猛地拽住，巨大的惯性呢把它拍在甲板上，很有可能就会反弹起来，打在正在离开的飞机上了，很危险啊！怎么办呢？把下面的甲板往下翻呀，但整个往下翻又不划算啊。那就专门给它整出一块来，单独往下翻呗，这就有了这块斜着向下延伸出去的小平台了。它给拍打下来的缆绳呢预留了更多的空间，就可以有效的避免其弹起来后撞到飞机上了。不瞒你讲啊，我上初中的时候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还以为是怕飞机弹射距离不够给额外加出来的小甲板呢。但就是很纳闷啊，它不该往上翘，怎么还往下倾斜呢？所以啊，你以前有没有也这样想过呢？有的话就在弹幕里面扣个1啊，表示咱就是战友了。当然，随着时间推移，现在这个东西只能在巴西从法国那儿买回来的圣保罗号克莱蒙梭级航母上面看到了。
美国自己的已经随着最后一艘装着它的企业号在2012年退役，全面退出历史舞台了。好了，于是今天的内容也就到此为止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